我做这个频道也已经1年多了，打卡了这么多餐厅，其中不乏遇到些踩雷的。每次吃完这些踩雷餐厅，就超级心疼自己花出去的钱。今天我就来总结3家多伦多踩雷餐厅，希望帮大家避避坑。吃好喝好，长生不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地包肚皮。第一家杨师傅东北烧烤王。过年那几天疯狂想吃锅包肉，于是选了这家。店里人不多，除了我们，其他顾客都是东北口音，不知道为什么听着还挺亲切的。点了个砂锅酸菜白肉，里面料挺多的，有酸白菜、切片五花肉和粉条。酸菜的量很足，酸度也够，非常酸爽。闻着酸菜的香味就开始馋涎欲滴。五花肉给的也不少，但是肉腥味超级重，不知道是放了多久的僵尸肉，每一块都是这样，实在难以下咽。最后就把酸菜和粉条吃了吃。烤羊肉串撒了孜然和辣椒粉，调味不重，辣度可以自己选。感觉羊肉没有烤到位，而且里面筋筋拉拉很多，都咬不动。烤高丽菜调味和羊肉串一模一样，也是孜然和辣椒粉。虽然是烧烤，但是没啥烟火气，不过菜还是挺新鲜的，很爽脆。肥肠火候没掌握好，没烤匀，中间有几块都焦了，然而签子两端的肥肠都没烤到，特别是底下的肥肠就像水煮的一样。终于吃上了我心心念念的锅包肉。有一说一，这个锅包肉的水平真的可以，他家放的白醋，酸甜比例大概是7:3，炸得非常脆，一点也不硬，放时间久了也不会软掉，酸酸甜甜的，吃多了也不腻。不过除了锅包肉，其他的菜品真的都很不满意，无论是食材质量或烹饪技术都不过关。第二家青羽制茶，他家还有2-3家分店，提供果茶、奶茶，还有清茶。店面布置得很可爱，走网红奶茶店的风格，随手拍拍还挺出片的。柜台上的杯子里都是切好了的水果，水果茶不愧是他家的招牌产品。点完单往里走，还真是别有洞天，靠墙还有个小小的图书馆。墙上挂了不同电影的海报，店家还养了2条超级可爱的狗狗。你怎么可爱的？嘿嘿嘿。我和小伙伴不约而同地点了金陵桂花酒酿奶茶，结果好难喝，尤其是我们前不久刚去喝过茶花弄的桂花米酿，这下高下立判了。这杯用了茉莉绿茶做基底，口感非常廉价，香味也很奇怪，而且超级水，记忆一下子被拉回到10几年前那种街边用粉勾兑的奶茶铺了。小伙伴的那杯里加了芋圆，芋圆煮得太软了，一点嚼劲都没有，里面又没有味道，寡淡无聊。珍珠是正常发挥，里面的酒酿味道巨淡，但是能吃到米粒，就有种酒酿不停加水煮了好几波之后，把已经几乎没有味道的水和里面的酒酿给你喝的感觉。桂花糖浆倒是给了不少，所以整杯茶就只有桂花味和甜味。打包的塑料袋竟然还要另外收费，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奶茶店家。一个字，绝！作为一家饮料店，虽然有可爱的狗狗坐镇，还有用心的布置，但是最主要的饮料却做得那么难喝，还挺无语的。第3家疫情园，作为上海人，我对这家主打无锡菜的餐厅期望值还是很高的。店面装潢很有江南小桥流水的格调，店员服务也都很棒，热情又贴心。
第一道的糖醋排骨，肉质非常柴，干干的，味同嚼蜡。虽然理解无锡口味比上海的更甜，但是这道糖醋排骨里几乎没吃出酸味。第二道的口水鸡已经去骨了，撒了花生和辣椒面，吃起来香香辣辣，还带点甜，调味是真的很赞。但是鸡肉和第一家的酸菜白肉有同样的问题，就是有股肉腥味，一吃就知道不新鲜。小伙伴要了一份鸡丝凉面，吃了一口就不想吃了。用的面条非常一般，没有任何弹性，吃起来死死的，是非常没有生命力的面。调味除了辣就没有其他的了，后期要自己再加醋和辣酱，才能稍微让味型丰富一点。店员力推的蟹粉小笼包，确实比其他菜品出色不少，皮子薄薄的，一咬一包汤。小笼味道偏甜，但是甜度还是没有到正宗的无锡甜，感觉是介乎苏州汤包和无锡小笼之间的甜度。虽然是蟹粉小笼，也看到了几缕蟹肉，但是几乎没有蟹味，感觉还是点鲜肉小笼包就好。最后的桂花酒酿圆子倒是很让人惊喜，是很正宗的江南风味，甜酒酿混合软糯香甜的小圆子，喝起来很丝滑，酒酿给的很足，带了点不会上头的酒香，顶上撒了超多干桂花，还没上桌，桂花香就飘过来了，感觉不管吃多饱都能把这碗酒酿圆子喝完。这家店虽然偶尔有令人惊喜的菜品，但是还是失望更多，而且卫生状况不太好，会有苍蝇飞来飞去，墙面也有点脏兮兮的。我问朋友是否还会想来，他摇了摇头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我总结的3家多伦多踩雷餐厅，谢谢观看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关注、点赞加留言，谢谢你的支持。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咯。